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老里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由 ROCKETTOYS 公司出品的最新的一款作品，就是《火影忍者疾风传》当中小组织里面的一位成员蝎这一款也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款作品，而且实物拿到手了以后，确实在我个人眼里，它是除了我第一次把玩 ROC 的那个第一款作品宇智波斑以后，这一款是真的久违了一种打开了以后的一种激动感，确实做得非常不错。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本次的主体蝎的肤色本来我印象当中在动画片里面都是非常偏白的，然后本次我们的作品也是完整的给做出来，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个的衣服最外层的这件小组织的衣服的话呢，跟之前的几款作品几乎是一样的，磁吸的一个点位然后这些涂装都是一样。然后我们把它给拆开看一下，把这件衣服先给脱了，来展示主体这款主体真的可玩性非常高怎么好玩我们就来看一看。首先整个人偶的这个肤色包括整个素体跟脸部色差不是特别的大虽然说会稍微有一点点可以看到整个的素体的一个比例线条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的可玩性非常高。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心脏这个部分，对吧？大家都知道是可以去换配件的，然后这一边也是可以去打开的，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开口，但是比较紧都可以去替换。而且好玩的一点就是可以看到腹部这里有没有，它有这个绳索，而且这个绳索的涂装，那我们进去来看一下，涂的真的非常不错摸起来也很有质感。然后咱们可以去把它拔下来，拔下来以后可以看到这一面是一个软胶件，我们可以有一个替换键去替换腹部的这个绳索，去还原动画中的一些战斗场景。这个绳索可以换一个可以替换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呢我们到时候替换键的时候再来详细看。而且这一款的素体可动性也是非常高，腰部这里可以完全拆卸，组装也是比较方便。那我们再来把它给安插上去。个人还是建议就是把玩的时候还是要看着说明书来操作因为我之前也是先看了一下说明书才敢去拆的。要对准当中的这个孔不然的话是没办法插进去的。这一块卡在后面，这样子。因为这是个软胶件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坏，你慢慢往里面塞，塞了以后再去把它给卡进去，力量要稍微用的大一点我现在没有完全的塞进去，我也是第一次把它给开出来慢一点，好，这样就可以了。首先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蝎的这个面雕整个面雕我觉得特别是它本次的这个胶发我这个胶发确实相较于之前的大家也都知道迪达拉包括纲手这两款胶发的话呢，确实我个人也觉得就是没有达到ROCKETTOYS 的这种精细程度。但是这一次蝎这个胶发我个人觉得完美跟最早我第一次把玩宇智波斑的时候那种感觉又出现了，根根分明，非常的细致。头发顶部颜色也有这个分色处理，头部磁吸点位依然是在后脑勺这里，打开是个面雕往下开，可以去把它头雕先拔下来，拔下来了以后
但是去拆面雕的时候啊，依然是我觉得一个小问题，就是去拆面雕很容易去蹭到这个漆面。我们来看一下啊，给它慢慢的这样拿下来，就是你每次去替换的时候啊，当心左右两边去蹭到。可动眼在这边调节啊，你可以用它的调节器，也可以自己用手，但是呢，它这个眼球啊，相对来说比较紧啊，用手调节的话呢，是需要一些力度的。这张脸我觉得还原度，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高的啊，整个焦化细节也是非常到位。官方售价是1880吧，我记得没错，还是1860，反正是差不多这一个区间。来，我们再把它头给安插上去。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可动。首先头部可动360度完全没有问题，对不对？抬头幅度没有，这点我是没想到啊，没什么抬头幅度，看到吗？低头幅度，哎，也没有，左右侧头也没有，只能旋转。哎，这一点我是没想到啊，不知道它这个设计啊，为什么而且比较松，可以看到啊，头还是比较松的。手臂呢，当然是没有问题了。我们看到这个是纯素体可动啊，怎么掰都行。前拉是没有的，往外延伸也是没有的。手肘部分2个关节折叠，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纯素体可动。大臂没有旋转空间，从这里这一端才能旋转。然后替换手是在这个位置，所以也能旋转，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胸腰可动。啊，能弯到这样的一个位置，非常不错啊。背部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再看一下左右幅度非常大。侧腰的话会稍微小一点点。上半身再来仔细研究一下它的背部，这2个应该也是连接配件的一个地方，涂装也是做了一个金属色的一个处理，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再看一下腿部，劈叉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前踢来看一下，90度没什么问题。屈膝的幅度非常高啊，而且不会有这个穿帮的一个事件啊。腿部也有旋转空间，脚前后左右都有，关节不是特别紧。斜面的这个涂装处理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上面这一段，那都是真实的一个布料，版型还是可以啊。就是这个头的可动稍微差了一点。然后我们看一下手型方面的话，戒指的这个细节也能看得见，整个手型刻画也是相当不错，没什么毛病。背部这里是有造型铁丝，可以自己去掰扯一下，没有什么问题。OK， 主体展示的话呢，差不多都到这里了。它这一款作品主要就是看它的众多配件。OK， 现在我们就来进行下一段。OK， 外包装的话呢，依然是老样子 ，ROC 的传统的牛皮纸运输箱，然后下方呢有它的本次产品的名字。OK， 怎么说呢，挺沉。啊，背部我们看到运输箱的这个尺寸，还有产品的一些 logo。然后我们看一下内部包装究竟感觉怎么样啊？好了，打开内部包装以后呢，有2个啊。首先最外层的是这个包装，我们可以看到有小的一个铭文字样，然后再打开这一个以后，就是本次最后的内部包装了。一个黑色系的小包装，也是有铭文。最外层，如果你是买全新的话，当然也是有这一个薄膜要去撕开它。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所有的 ROC 的这个包装啊，小组织的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我们来撕开，全新有2个封条，大家要注意啊，这两边需要你去给它划开。好，然后里面就是咱们本次的内部了。抽开以后可以看到一张峰绘图啊，咱们的蝎跟风影。抽开，哎，传统说明书一张啊，正反都有。然后里面就是咱们的内容物了，2层。东西还是非常多的，而且这次 ROC 的这一个蝎是我个人认为啊，ROC 出到现在小组织里面做的最好的。好，包装就是这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半部分。好了，配件我们来详细看一下。首先说明书啊，咱们必须得瞧一瞧，发型的一个替换，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啊，然后胸口它这个心脏的一个替换键，我们可以看到啊，磁吸点位都是有的。然后到了这边腹部的这个绳索的一个替换啊，需要把这个软的键给拿出来，然后再去安装。然后手臂的这个火焰特效键，还有这个另外一根绳子的一个特效键，对应的手型，背部这2个啊，去安插非常大的这2个配件啊，把玩的时候要非常当心。等一下我会详细说，刚刚我拿出来的时候差点要了我的老命。好，背后咱们就可以看到另外这一边的一个详细配件的展示。首先它也是搭配了一个金属软管，但是啊，地台只有一个，只是延伸了一段啊，可以去掰扯。然后衣服也可以去穿脱，嘴型、头可动，包括手臂的这个配件安装都是有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神奇的啊，除了没有这个可动。好了，然后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它的配件。首先的话呢，拿到这边就是它这次的手型啊，真的是给的特别多。首先这一对可以安插火焰特效键的一个手型，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手型内部这一块虽然说是一个塑料件，但是它这个金属涂装啊非常有质感。然后再来看一下它搭配的这个火焰特效键啊，也是比较实，去安插在这里很紧，但是会很重。它给到了一对，我不知道替换上去了以后会不会把这个手型啊会往下压，整体效果还是可以。首先这一对，好，然后到了这边也是握持手真是做的非常不错啊。合模线的话呢，如果详细看内部还能看得到一点点啊，但问题不大。手是真漂亮，谁的手啊？然后这一对，好，然后他还给到了这个半包胶的一个手型，这一块啊，全是一个包胶手臂，肤色非常白啊，也是需要去整个插拔了以后去替换的，这就看你个人的喜好，喜欢用哪个去替换上去。摸起来还是挺厚的，这个包胶手臂质感还是不错。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其他配件，当然头雕，首先这一颗头啊，真的比较大，发型也是跟主体上的稍微有些不同啊，风往另外一边吹，这个胶发也是啊，质感没问题。好，然后还有一个面雕，这个面雕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我们来替换一下看一下啊，也是往下拔，从这里往上吸回上去就行。啊，我个人觉得3个面雕啊，我更喜欢这一款，还是不错的。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一颗，它的心脏
首先这一个可以单独去给它磁吸拿下来，吸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这一个上面的一些开模都是非常尖锐的啊，把玩的时候要当心。那我们把主体拿出来，吸附上去就行了。给它卡对位置。差不多就这个样子，整体效果还不错。好，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卷轴啊，每个卷轴都可以单独取下，整个的一个金属涂装还是做的挺不错的，安插在这里面，就是稍微松一点啊，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掉。4个都可以去活动。好，然后这一个腹部的绳索的一个配件，可以去拉出来，里面是一个造型软管，应该是在内部啊，可以你自行的去做一些造型，而且可以延伸拉出来挺长一段的啊。这个也是非常不错，但是它的开模也是非常锐利，金属涂装质感非常不错。好，然后下一个它的武器，这个东西真的是啊，虽然是塑料件，对吧？它给到了一对，但是这你受得了吗？非常开模，真的，你把这个往人脸上一刮，绝对皮都给你磕下一长串。整个塑料件，但是它的这个涂装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然后有这2个地方就给它取下来，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去做一些造型。拿这个为例，很紧啊，掰的时候当心。2个、3、4、5段啊，然后背部安插啊，这东西全部装上了以后，对你的这一个展示柜的一个空间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动还是非常多的，包括这一段，包括尾部，折叠回去啊，一共给到了1对。好，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啊，这个配件是所有它的武器配件里面开模最尖锐的。首先，虽然说它没有什么可动，对吧？涂装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真的非常硌手。所有的这些尖锐的地方开模都非常利，还有这2边，我们可以随便拿一个来源纸吧，看一下啊。应该是能直接拉破啊，因为我刚刚拿出来的时候差点把手给拉了，看到吗？轻轻一拉，直接就划破了。所以把玩的时候千万要当心，这个东西我感觉是我玩到现在所有的这个武器配件啊，不管是哪个牌子的，这一侧开模最尖锐，非常当心。OK， 接下来就是咱们第2个主体。哎呀，这个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啊，它这个做工也是非常的精细，衣服也可以去穿脱。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毛，真实材料，而且都可以自己去捏一些造型。衣服这里是一个磁吸的，咱们可以抠出来。衣服它也可以脱啊，我们直接把这个脱下来，穿脱还是比较方便的。内部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些细节啊，磨损的这个痕迹，主体上都有呈现。胸部这一块可以展开，里面有这个机械内构。下方这里也能展开一点，哇，做的真的非常到位啊！但右边这里应该是没办法开的，只能单独这一边给它抠上。然后看一下头部，它也是有这个展开结构，
掰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啊，我总怕把它给掰坏啊。它这个实际上这个开口还是挺大的，看到吧？侧面这一端啊，我们再给它往外再掰一下。我总怕把它给掰坏。说明书上没有正确的一个步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往下拉应该是啊，直接往下拉就可以了。能展开这样的结构，来看看。但这个好硬啊，说明书这一点就不好，它没有详细的跟你说这个位置是怎样的去给它掰下来，还是从下面的这一端去给它抠，完全没有一个步骤展示啊，只能靠你自己去摸索。但这东西很容易给自己给弄坏。胶发，而且只有这一端，背部这里就直接是一个涂装，发际这里是一个软胶件，没什么问题。可动的话也是纯素体，360度，大臂不能旋转啊，好像我试了一下不能动。但是这个素体，哎，手臂有前倾的一个角度了，空间不是特别大，手只能到一个90。没办法再调节了。胸腰部分，哎，倒是还能调节，前后看一下左右也有一点，但是会容易蹭到啊，把玩的时候要当心。还可以。然后手型是单独放在第2层盒子里面的，需要你自己去安装。然后它是一个全可动手，关节也是做的比较细。然后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开口，你有指甲的话，直接用指甲抠就行了。哎，抠掉了以后，再有一个槽位，去对准这里，看到，给它安上去，插上去，哎，这样造型就出来了。可玩性真的是这一款非常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衣物，手臂这里的话，虽然说没有造型铁丝啊，但是可以稍微去捏一点形状出来。下方看一下，当中这一根是有的，有一根造型铁丝在里面，可以去摆一下造型。衣服的厚度还是比较厚的。好，最后操控线啊，都是一个不是塑料件，也不是软胶，是一个钢丝。这我就不拆开了，给的还挺多。然后最后可动眼调节器，然后经典时尚小地台一个，配的一个脱裆支架，然后这是2段的一个支架配件，这边就是去安插它这个金属软管，给它拧上去，然后去搭配在整个地台上了。所以这一款的话，你不用地台可不行了啊，没办法去给它摆造型。所有的配件就差不多这个样子。我个人觉得这一款还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艳啊，可玩性也非常高，而且完成度也是做的非常的到位啊，是 ROC 出过到现在所有的产品里面，我觉得是最好的，在我心中是排第1的。第2个就到宇智波斑了，虽然说前段时间的纲手跟迪达拉稍微有一点点没达到我个人心里的预期吧，但这一款作品又给我提升了质感。我个人觉得现在现货的价格好像某拼夕夕啊，上面好像也是1800多，也没有说涨幅的很夸张。我个人觉得等其他的货量全部出完了以后啊，如果没有预定的小伙伴，可以去尝试看看有没有一个好价格收到它。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的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